28年磨一槍，一槍先挑巴西王，今夜再向三狮去。魔人身後是虎狼。台北时间7月12号凌晨5点，邁阿密世界杯8强，挪威对英格蘭。這4句說的就是挪威，一支阔別了世界杯整整28年的隊，這屆回來一路踢進了队史头一個8強。上一輪他們2-1把5星巴西掀翻出局，全世界的頭條都是同一個名字。哈蘭德。今晚站在他們對面的是老牌劲旅，世界排名第4的英格蘭。所以咱們今天就幹一件事，理性的一筆一筆的算算這筆賬。挪威掀翻英格蘭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？先把結論的方向透一点，這筆賬算下來比很多人想的要大呢。覺得英格蘭穩穩過關的，覺得挪威全靠哈蘭德一個人硬抬的。這場球你都得聽老馬嘮完。先說那個全世界都認識的男人，哈蘭德25歲，再過10天過26歲生日，本屆7個進球，金靴榜並列領跑。對巴西那場第79分鐘一記頭球砸開僵局，沒過多久又是一腳30米開外的低平球鑽進死角，2球帶走5星巴西，把挪威送進队史頭一個8強。可關於他今晚這場球有個最有意思的事實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哈蘭德出生在英格蘭，利茲2000年，他父親阿爾夫·簡·英格·哈蘭德當年就在英超討生活，利茲联、曼城都踢過。按出生地算，小哈蘭德当年完全有資格選擇3獅軍團。英格蘭的青訓體系裡差點就多了一個金髮怪物，可他選了父母的祖國。今晚這個生在英格蘭的男人要親手來敲英格蘭的門。他父親的英超故事結尾還帶着一段江湖恩怨。2001年，曼聯的羅伊·基恩一記蓄意報復的飛鏟直奔老哈蘭德的膝蓋，那是英超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犯規之一。老哈蘭德的職業生涯沒過多久就畫上了句號。20年後，兒子回到英超，把進球記錄一項一項踢碎，像是替父親把那口氣一口一口討了回來。他的成色不用多介紹，從挪威一個人口1萬出頭的小鎮布萊尼出來，薩爾茨堡一場歐冠帽子戲法一戰成名。多特蒙德、曼城每一戰都是進球機器，替挪威出场的进球效率常年維持在1場1個上下。登陸英超第1個賽季就轟了52個球，單賽季進球記錄是他破的，3冠王也拿過。這人還有一套自己的儀式感，賽前打坐冥想，進了球擺機器人慶祝，進球跟下班打卡似的面無表情。世界杯預選賽，挪威一路全勝殺回來，他一個人灌了16球。一支28年沒來過世界杯的隊，就是被他這麼硬生生拽回來的。華語球迷給他起的外號魔人。魔人這屆的狀態，你從巴西隊的表情上就能讀出来。今晚還有一層對位的看頭，對面的9號叫哈里·凱恩，這屆6個球，世界杯生涯14球，剛超過貝利，是英格蘭隊史的世界杯射手王。這倆人還是老對手。凱恩離開英超前的最後一個賽季，正好撞上初來乍到的哈蘭德。那年的英超金靴之爭，最後是魔人贏了。如今2代最強中鋒，一個7球，一個6球，金靴榜上貼身肉搏。這場球也是9號對9號的直接對話。可你要是以為挪威就是哈蘭德加10個人，那就把這隊看小了。先說大腦，厄德高，這人15歲就替挪威成年國家隊出了場，到今天還是队史最年輕的出场記錄。那年全歐洲的豪門排着隊上他家談判，16歲登陸皇馬。然後呢，在伯納烏坐穿板凳，被外租来外租去，多少人拿他当伤仲永的教材笑話。他沒崩，一站一站往回爬，爬到阿森納，爬成了隊長，爬成了英超最好的中场之一。如今他是挪威的10號和隊長，全队的节拍器。哈蘭德是刀，他是握刀的手。順便說個細節，阿森納和曼城這幾年在英超掰手腕，掰得你死我活。厄德高和哈蘭德在俱樂部是死對頭，一回国家隊，一個递刀，一個出刀，英超最卷的一对冤家。今晚合夥來砍英超的祖師爺，這畫面你細品。再看兩邊，努薩19歲的邊路妖人，32強對科特迪瓦，一脚世界波把比賽撬開。這孩子出生那年，挪威已經7年沒踢過世界杯了。另一邊的索尔洛特2米高塔，定位球和高空球就是他領地。这大個子的履歷更提氣，當年在英超水晶宮被當水貨退了貨，兜兜轉轉土耳其、西班牙，愣是把自己一路踢回了豪門馬競。你發現沒有，被退過貨又殺回來，是這支挪威的集體人設。厄德高是，索爾洛特是，連哈蘭德他爹的故事都是。中場那對雙闸，
博格和貝爾格一個鏟一個搶，後頭阿杰爾領着的防線对巴西那晚頂住了狂轟。门裡站着尼蘭，在羅馬塞維利亞當了多年替補的老門將，對巴西那場，巴西人獲得點球是他把球撲了出去，沒有那一撲就沒有後來的一切。教頭索爾巴肯這人的故事最狠，球員時代他在訓練場上心臟驟停，醫學意義上死過去好幾分鐘，被電擊救了回來，胸口裝着心臟起搏器，活到今天站在教練席上。這種人帶出來的队，你跟他談什麼叫怕？他的執教風格也隨他這條命，務實到骨頭裡。挪威不跟你比誰踢得好看，只跟你比誰先犯錯。他把這批人捏成了一支紀律嚴明的北歐戰艦，該守的時候10個人一條心，該反擊的時候3腳球就到你門前。可這隊最被低估的武器還得數心態。掀翻巴西之後，哈蘭德在採訪裡親口把這層窗戶紙捅破了。他說2億多巴西人等着你贏下一場球，這不容易，壓力全在他們身上。你在場上都看得出來，而我們呢？我們就是踢球，享受足球。他還跟隊友們說過一句話，不管結果怎麼樣，微笑，享受，活在當下，因為我們已經拼盡了全力。聽着像雞湯，可球场上的鬆弛是装不出來的。那晚巴西人越踢越僵，挪威人越踢越野，這隊還有隱藏屬性，跟英格蘭熟得很。哈蘭德在曼城，厄德高在阿森納，阿杰爾、貝爾格、索爾洛特都在英伦赛场混過，連主帅索爾巴肯球员时代都效力过英超的温布尔登。3狮什麼套路，這幫人閉着眼都能背。這隊甚至連节都一起度。開賽前後，病毒在營地裡轉了一圈，斯特蘭德拉森病得缺席了首戰。打巴西前，佩德森又中招，就這麼着，他們還是把巴西掀了。這2天对1剛官宣，全員健康，一個不缺。一個550萬人口的國家，還沒咱們一個大點的城市人多，攢出了這麼一代人。哈蘭德、厄德高同一代，同時巔峰。挪威人等這一代人等了28年，這半個月整個挪威都沒怎麼睡好覺。28年攒的癮，一屆全犯了。落到這兒正好過半啊！喜歡老馬這麼給你捋球的，順手把訂閱點上。接着算今晚這筆賬的另一半，英格蘭。說句公道話，英格蘭的牌面擺在那兒，世界排名第4，全隊身價常年世界最頂那一檔，主帥是德國人圖赫爾，英格蘭歷史上第3位外籍主帥，拿過歐冠的狠角色。當年官宣一個德國人來帶3獅，英國小報的標題都快掀了桌，可人家用成績一路把嘴堵到了8強。凱恩剛超貝利，23歲的皇馬中場貝林厄姆在阿兹特克球场梅開2度，硬是在10個人的情況下3-2從墨西哥人山人海的主場殺了出來。小組賽開局4-2克羅地亞，火力沒得說，還有凱恩自己的執念，這人等一座國家隊獎杯，等了整個職業生涯。去年他剛在拜仁破了俱樂部0冠的魔咒，可英格蘭的櫃子還空着。這支英格蘭賬面上就是奔着60年來第1座冠軍去，可理性分析得看裂縫。英格蘭這屆的裂縫還真不少，頭一條後防散架了，中衛誇恩薩上一場紅牌停賽，右後衛里斯詹姆斯腿筋拉傷出不了場。最離譜的是老隊長亨德森贏了墨西哥慶祝的時候摔傷了手腕，直接手術退出本屆世界杯。你沒聽錯，慶祝受的傷。也就是說，今晚迎接狀態最熱的哈蘭德的是一條臨陣重拼的防線，圭伊和孔薩這對中衛搭檔磨合就得在今晚的炮火裡進行。第2條，英格蘭贏是贏了，可踢得讓自己人都不放心，0-0被加纳妹平，全英國的報紙罵了一輪。32強对刚果民主共和國差點被爆了冷，靠凱恩2個球才驚險過關。美國媒體那篇評論的標題就叫真正的英格蘭能站出來嗎？第3條，體能仗。墨西哥那場先是雷暴中斷，然後10個人踢了最後36分鐘外加補時，高溫高濕的美洲夏天，這種消耗4天裡補不回來。兩邊的牌一對，勝負手就3處。哈蘭德對英格蘭的臨時中衛線，這是全場最不對等的一組對位。英格蘭的攻擊群對挪威的防線，老實講，挪威這屆幾乎場場丟球。凱恩和貝林厄姆的火力比巴西那晚只多不少，還有中場厄德高能不能把節奏攥在手裡，決定挪威的反擊是活水還是死水。當然還得補一句，英格蘭的板凳厚度是真嚇人，替補拉出去能再拼半支争冠隊。右路雖然因為詹姆斯的傷降了檔，可人家有的是排換。專業機構那邊給英格蘭的贏面大一點，可你要仔細看就會發現，這是8強4場球裡兩邊分差最小的一場。翻成人話，
這不是送死局，這是真有機會的一场。那挪威的這条路怎麼走？第一步，前30分鐘頂住。英格蘭惯常開局猛，這屆他們所有的順風局全是慢场就定得掉，4-2克羅地亞是這樣，阿茲特克那晚38分鐘就2-0也是这樣。挪威的后衛们得先把這波浪头扛過去，別讓貝林厄姆們把比賽帶進英格蘭的節奏。第二步，讓厄德高拿球。挪威的反擊不是瞎跑，是他一腳一腳餵出來的。只要他能在中場喘上氣，哈蘭德的機會就一定會來。這屆的規律很簡單，給魔人一次，他就敢要你的命。巴西給了他2次。第三步，定位球別浪費。索爾洛特的高度，哈蘭德的強點，對一條臨時拼的防線，每個角球都是刀。還有一條別忘了，這隊不是只會擺大巴，小組賽他們敢跟塞內加爾正面對攻，3-2真刀真槍贏下來的。真被逼到需要進球的時候，挪威手裡是有第2套踢法的。最後把比賽拖長，英格蘭人背着60年的包袱踢球，1966年之後再沒碰過冠軍，連着2屆歐洲杯都是決賽輸掉的。全國6000萬人都覺得你該贏的時候，0-0踢到70分鐘，腿是會抖的。更絕的是，哈蘭德賽前已經把這套心理戰擺上了台面。他對着記者說：“我們奪冠的機會很低，壓力全在英格蘭那邊。”你品品這話，一邊是輸不起的豪門，一邊是踢一場賺一場的維京人，心裡這本賬開球之前就分出高下了。真到了12碼，英格蘭的點球故事一言難盡。上届世界杯8強，凱恩自己就在生死關頭把點球踢上了看台。而挪威這邊沒有任何點球包袱，他們連世界杯點球大戰的歷史都幾乎是白紙一張，怕從何來？何況門裡那位剛把巴西的點球撲了，手感熱得很。當然這條路也窄，挪威幾乎場場丟球的防線，對上凱恩這種手術刀，自己也只能錯1次。反過來，英格蘭的劇本就一條，早進球，別給挪威人相信奇蹟的時間。一場球2個考驗，一個考驗神經，一個考驗耐心。為什麼挪威人相信今晚有戲？還得補一筆歷史賬，不長，可每一筆都提氣。挪威和英格蘭交手12次，英格蘭7勝3平2負，賬面一邊倒。可挪威贏的那2場，每一場都進了史書。1981年奧斯陸預選賽，挪威2-1掀翻英格蘭。挪威解說員激動到當場對着麥克風喊出了那句流傳40多年的名句，大意是：撒切爾夫人，你們的小伙子們今晚挨了頓好揍。這段解說到今天還是世界足球史上最著名的失態之一。他在挪威的地位差不多相當於刻進國民 DNA 的一句梗，誰都會背。1993年還是預選賽，挪威2-0又贏。那個週期，挪威人自己昂首出線。英格蘭在家看完了整屆94年世界杯。至於近30年，兩隊只碰過幾場友誼賽，英格蘭全贏。可友誼賽的仗跟今晚這種你死我活是2本賬。還有一筆更妙的，上一次挪威踢世界杯，1998年，他們幹的最出名的事兒就是小組賽2-1逆轉巴西。28年後重返世界杯，第一件大事兒還是掀巴西。你說巧不巧？這個國家的足球記憶裡就沒怕過豪門。再往前翻，90年代那支挪威巔峰的時候，在世界排名榜上一度竄到過第2。北歐鐵血，長傳衝吊，全歐洲的豪門見了都頭疼。也就是說，專克豪門這4個字本來就寫在挪威足球的家底裡。老球迷管這叫傳統，數學家管這叫巧合。英格蘭球迷管這叫別提了。最後一層英式諷刺，把哈蘭德餵成怪物的，恰恰是英超和曼城。英格蘭的聯賽親手武裝了今晚來砍自己的那把刀，然後就是28年的空窗，一代人的等待，等來了哈蘭德和厄德高同時長大。這支隊沒有歷史包袱，只有歷史饞頭，每往前走一步都是隊史新紀錄。今晚要是再把英格蘭的名字刻上去，1981年那句解說詞怕是要被挪威人翻出來重新喊一遍。最後說說這場球的分量，挪威要是贏了，那是550萬人口的小國，队是頭一次杀进世界杯4强，魔人的封神冊上，巴西之後再添英格蘭，這劇本能讓整個北歐沸騰一個夏天。順便說一句最瘋的，這屆決賽7月19號踢，哈蘭德的生日是7月21號，真讓他們一路走到頭，那就是帶着大力神杯過26歲生日。英格蘭要是贏了，60年第一座冠軍的路又往前挪了一步。他們等那座杯等得比挪威等世界杯還久，2種等待撞在一起，才是這場球最戳人的地方。最後說句掏心窩的，這支挪威最可愛的地方是他們真信那句話，場上拼到最後一滴汗，至於結果交給足球。
真要是有意外，哈蘭德们大概也会笑着謝场，为享受过这场比赛而快樂。看球的咱们又何尝不是？这大概就是足球的意义。一边是没有包袱的新贵，一边是背着包袱的豪门。今晚迈阿密的湿热夜里，总有一边要交卷。台北时间7月12号凌晨5点，迈阿密硬石体育场開球。這場球你覺得誰能贏？比分是多少？老馬跟你約定，覺得英格蘭穩的，評論區扣個1；覺得挪威真能掀翻的，扣個2。順手把你猜的比分留下，明兒早上咱們對答案。覺得老馬落得還重，訂閱點一個，明早的復盤第一時間給你端上桌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